百里香怎么养？做好3个细节，长势旺盛，味道芳香，长爆盆。有一种清新的盆栽，不仅香气浓郁，而且美观好养，比绿萝还美，作用多，优点更多，也很好养。它就是百里香，一种可以吃、可以泡茶又清新美观的小盆栽。据说养一盆百里香放在家中，放在室内，它的枝叶，不管是小苗还是已经干枯的枝叶，都会散发出很浓郁但是沁人心脾的香气。这些香气里面还具有一定的抗菌性，是家庭里面净化空气的好帮手。百里香除了具有迷人的芬芳，它还有吉祥如意这样浪漫美好的寓意。欧洲中世纪的女士赠送给勇敢骑士的围巾上刺的就是百里香的图案，寓意为一切平安。那么百里香要怎么才能养得好呢？今天花花就来介绍一下。顺便问一下，你家里有养香草吗？养了哪些品种的香草？欢迎留言给花花一点参考。1. 光照。百里香盆栽喜欢充足的阳光，不管是全日照还是半日照都可以，但是必须要有一定的光照。如果在光照不充足的地方，容易徒长，枝叶稀疏，长得不够茂盛。白天保持8个小时的光照，晚上放在没有光的地方，这种生长环境最适合它的生长。当然，百里香夏天不能暴晒，如果夏天不遮阴，温度高的话会灼伤它的枝叶。2. 浇水。百里香由于叶片略带肉质，所以稍耐干旱而忌湿涝。盆土过湿时，植株根系和枝叶生长不良，而且会降低精油的含量，甚至导致烂根乃至植株死亡。百里香生长期间的浇水要掌握不干不浇，浇则浇透的原则，宁可稍干一些，也不要保持百里香过湿的状态。1. 春季。春天气温适宜，是百里香生长旺季，土壤应始终保持湿润。百里香耐干旱，土壤中不能积水，若当地气候干旱，则可频繁浇水，避免土壤长期干旱。若当地春雨及时且雨水较多，则无需浇水。2. 夏季。夏天不需要浇水太多，因为百里香有一定的抗旱性，不能浇水太多。夏季气温高，对百里香的生长有一定的影响，浇水时可向周围喷水来降温。3. 秋季。秋季气候温和春季比较接近，大概可以1周浇水1次，保持土壤湿润。有些地方秋天比较干燥，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浇水次数，不要间隔太久。4. 冬季。冬季过后，百里香的生长速度变慢，吸收能力降低，可加大浇水间隔。百里香有一定的耐寒性，但不能耐极低温。如果温度继续下降，应采取保暖措施，否则容易冻死。另外，浇水时尽量用浸盆法，从下而上湿润土壤。自上而下浇水要注意，要让多余的水分流出，托盘避免留有水分，或者根据土壤的保水性适量浇水。对百里香来说，如果表层土能够很轻易地捏成粉末，并且向下1至2厘米，很容易翻动，土壤没有粘连，就可以浇水。另一种方法是干燥的木条插入土中，抽出木条上沾有深色土壤的部分，就证明这部分土壤有一定湿度。但如果木条可以很轻易地插到底，那就不是干，而是严重缺水。3. 温度。春秋季是百里香的生长旺盛期，它是一种比较喜欢温暖气候的植物，在20度的时候生长速度最快，尤其是在秋天，气温渐渐转凉了之后，它的生长速度更快。我们把它放在日照充足的地方，更适宜它的生长。在夏季高温的时候，应该将百里香盆栽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，避免高温的环境造成百里香的枝叶枯萎。4. 修剪。首先，百里香的修剪时间是春季至夏季，这个时间段是百里香新芽生长的最佳时期。在修剪前，您需要准备好以下工具：手套、剪刀、刷子和垃圾袋。之后，按照以下步骤进行修剪： 1. 剪掉死枝，将修枝剪沿着树枝基部的倾斜位置剪下，这样有助于防止剪口变得病变。2. 修剪剩余树枝。对于已经成长良好的树枝，通过修剪来塑造植株的形状，剪掉所需长度的部分，注意保持植株的自然外观。3. 除掉枝干上的枯叶，用剪刀将枝干上的枯黄叶子修剪掉，这可以预防百里香叶子变黄掉落。4. 打理疏松部分，
使用刷子或手工剪断过度生长的松散枝条和伸向植株底部的外生枝，这不仅起到美化植株的作用，还可以保证良好的光线透过率和良好的透气性。注意事项：一、修剪时一定要戴好手套，以免被百里香的刺所伤。二、每根枝干上只应该留下一份值得保存的枝杈，多余的枝杈剪掉。三、在修剪后将植株适度浇水。总之，百里香对于修剪的要求并不高，只需要有规律的进行修剪，以及适时的清理落叶，就可以保持其健康美观。除了必要时期的修剪外，定期修剪也非常重要。下面我介绍一下定期修剪的基本方法和注意事项。一、定期修剪。百里香在生长过程中产生的新枝条往往会比较长，如果不及时修剪，株形就会变得散乱，影响美观。建议每年进行2次修剪，夏季和秋季是百里香生长最快的时期，可以选择这2个季节进行修剪。二、深度修剪。在完成基本修剪后，可以使用锋利的剪刀将株高剪短至约15厘米，使其更加紧凑。同时，剪掉约2/3的叶子，能够有效刺激芽眼生长，促进新芽的迅速出现，丰盈植株形态。但是要注意，不要过度修剪，否则将影响花期和生长。三、保持通风。修剪时，注意要保持植株的通风，避免拥挤，否则叶子和枝条之间容易滋生病菌或虫害。四、伸展枝条。有些时候需要让百里香的枝条伸展开来，这样可以让光照更充足，也可以让百里香更加健康。在植株生长期间，可以将侧面的枝条切去，使植株保持主干和株形。五、疏剪叶子。百里香的叶子多而密，当叶子数量太多时，适量的疏剪叶子将会促进叶面光照，也能促进蒸腾和气孔的正常扩张。总之，百里香修剪是要根据植株自身状态进行的，注意不要过于疏剪和深度剪短。五、土壤。百里香的生性强健，它对土壤的质量要求不高，以排水良好的中性或者碱性土壤为最佳。所以，家庭盆栽的土壤可以用腐叶土、泥炭土混合而成，建议在盆土中加入适量的珍珠岩、龙汤灰、粗沙，保持土壤透气效果。如果自己没有配土环境的话，可以买多肉的颗粒土使用。百里香一般2年左右需翻盆1次。六、施肥。百里香在春秋季节是生长旺季，建议花友可以每半月追施1次稀薄肥料，肥料可以用磷钾结合的肥料，这样可以让百里香叶片的斑纹色彩变得鲜丽。夏季和冬季需要停止给百里香施肥，尤其是在夏季，百里香的植株生长会比较衰弱，施肥容易导致植株烂根。七、掉叶子。百里香平时不难养护，一旦出现掉叶子的情况，可能是因为光照方面给予不足，过于隐蔽导致长势不良，叶子逐渐掉落。平时生长中应放在光线充足的地方。百里香不耐寒，温度偏低的话，可能也会影响到叶子，冬季应注意好保暖。它生长需要适量的浇水，但是不能积水太多，一旦出现积水的问题，也会导致落叶，应控制好浇水。关于百里香的繁殖，可以选择播种和扦插的繁殖方法。如果粉丝想要了解的话，请在评论区留言，想看的人多的话，花花就单独做一期内容。以上就是介绍的关于百里香的养护方法，如果有错误，还请多多指摘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的喜欢和支持。最近台风多发，还望大家注意安全。本期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